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PSP 游戏，相信过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应该都玩的差不多了吧？今天我就接着来给大家推点好货。那么本期视频将会采用 PSP 1000型号的实际录屏，加上手机射频2种视角进行演示。假如你喜欢这种形式的话，就在弹幕里扣个1或者喜欢。如果大家都满意的话，那么以后的 PSP 游戏推荐就会沿用这种形式。本期视频点赞破200，下期掌机推荐就能快速更新哦。好的，那么本期第一款游戏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部动漫的漫改作品《恶搞之家》。可能有很多小伙伴看过这部动漫，但是自己不知道。那么看下面这个片段，你大概率能够联想起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游戏本身，游戏的表现形式与动漫相当贴合，就是在玩梗的同时加上了闯关。画面上游戏采用了动漫渲染，不过由于机能限制，多边形不多，所以在细节上还是不能深究。虽然近景不太能看，但是远景几乎都是按照动漫场景完美的还原。像是这里这段克里斯衣柜的恶猴，就是动漫中非常精彩的一个桥段。作为动漫粉丝，游戏主要吸引我的其实也就只有画面了。毕竟看了动画后，再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桥段还原，真的是相当的惊喜有趣。游戏的玩法可就没有它看上去那么丰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海绵宝宝的那几部漫改游戏？它们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各种致敬性质的关卡中设计许多跑跳以及战斗环节。说真的，本作的战斗手感其实并不好。因为 Stewie 的主要攻击手段是射击，再加上 PSP 没有右摇杆，所以锁定攻击就成为了我们在战斗中的最重要的输出手段。但是这款游戏的锁定只能锁到你正面的敌人身上，如果他们对你穷追不舍，那么你就必须至少吃上1次伤害，再转头进行瞄准。在跑护环节中，游戏的难度略高，地图之间的细节也不算少，不过很多地方的机关陷阱要么伤害奇高，要么就是碰到就死，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试错才能过关的。在操作上，游戏的按键布局并不逆天，除了因为设计问题滑感有些累手以外，整体使用起来的手感还算不错，并且在 PSP 1000型号上也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拖影现象，光是在观感层面就要好于许多游戏了。相较于录屏， PSP 本身的点对点显示清晰度是要好上一些的，不过由于机能比较吃紧，所以 PSP 现在录屏时的游戏帧数会降低许多，实际游玩过程中这部游戏的帧数是相当稳定的。对于恶搞之家的粉丝来说，我非常推荐你来体验一下这款游戏。下一款游戏相信是许多玩家的童年回忆。作为以前街机厅的爆款游戏，世嘉的疯狂出租车系列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刺激。而这部 PSP 版的合集版收录了系列的1和2，在内容量上肯定是量大管饱。画面上，作为一款 PSP 游戏，本作的效果真的是太棒了。与街机版相差无几的质量，让这部疯狂出租车合集绝对能够吸引你的眼球。无论是车辆摩擦碰出的火花，还是超大的地图，又或是游戏颇具可玩性的物理引擎，都绝对可以给你留下一个好印象。2代游戏的玩法完全相同，区别的是在可选角色以及大地图。2代的地图相较于1代会更大，而1代则是因为地图较小，所以比2代会更加容易上手。由于这款游戏本身是款街机游戏，所以游玩的体验上都是围绕着快节奏和爽来进行的。游戏的玩法也同样很简单。在这2款游戏中，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运载顾客到达目的地。他们所为我们支付的报酬，则是会与我们游戏最后的评估有关。车开的越快越帅，钱给的就会越多，每趟行动完成的越快，剩下的时间就会越多。就是在这种相当简洁的规则下，游戏展现出了它恐怖的可玩性。只要一碰上车，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被它不知不觉的夺走。操作与游戏的规则一样非常简单，2部游戏的操作模式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肩键控制油门刹车，插圈控制前进后退，玩起来既不会累手，也不会出现难以操作的情况。在实际的观感上，游戏的帧率算不上稳定，在发生飞跃、撞车等事件时，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可以感知到的掉帧。在 PSP 1000型号中，虽然有拖影，但是并不严重。对于游戏的干涉微乎其微。如果你想找一个可以经常拿来爽一把的游戏，那么这部疯狂出租车合集绝对值得你来试试。在聊下一款游戏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魔界战记》这个系列？虽说它也很好玩，但我们接下来这款游戏并不是它的正传，而是由这个系列的人气小怪所衍生出的新系列。普利尼，俺当主角行吗？游戏围绕着一个叫做普利尼的小怪想当英雄的故事展开。不过因为它在游戏中的实际性能也的确还是小怪的样子，所以攻关的难度都不算低。在游戏中，我们被碰到4次就算死亡，而死亡的次数也会随着关卡的推进有一定的限制。
再加上普利尼本身手就不长，也没有连招系统，所以会像很多老游戏一样，非常考验玩家本身的操作。游戏的画面是采用了非常精致漂亮的 3D 背景加上像素人物的组合，属于是那种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的等级。每张地图的每个场景都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各种机关陷阱也都是层出不穷。灵活的怪物配置、丰富的地图陷阱以及不那么灵活的普利尼，让游戏有了很浓厚的魔界村的味道。同时，这款游戏的续作《普利尼2特工游戏》则是在本作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剧情以及战斗环节也都有了更多有意思的展开。不过，单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推荐大家从初代玩起。直接玩2代的话，回头过来玩初代，体验还是会有折扣的。操作上，游戏的按键布局很舒服，主要还是归功于游戏不需要使用滑杆。PSP 游戏手感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了这个滑杆上，滑杆本身的硬度较高，再加上尴尬的位置，玩一会儿就会导致手酸。而采用了全时自键移动，可以更好的帮助玩家在这个2D 的世界中进行精准操作。功能键不算多，能在战斗中起作用的也仅仅只有跳跃和攻击。游戏中绝大部分的怪物与陷阱都会有明显的前后摇，给予玩家的操作空间还是很大的。如果你喜欢那些老游戏或者魔界村的感觉，又或者单纯喜欢难一点但是好玩的2D 游戏，那么这款普利尼一定会很适合你。接下来的这款游戏是索尼的第一方作品《小小大星球》。作为系列的开山之作，游戏也是用了相当高质量的关卡设计以及画面表现，为整个系列积攒下了大量的口碑。画面上依旧是采用了卡通风格，整个游戏充斥着童话的感觉，就像是刚从书中走出来一般。马布仔的表情、动作都相当的可爱、活灵活现，甚至在不同的情况下还会对场景做出对应的反馈。对当时的玩家来说，看到这些小细节时，绝对会让他们大为震惊。在场景效果上，游戏的表现更是出色。纹理贴图的细节以及物品互动时的交互都有着相当超前的表现。在玩法上，游戏是一部多层的横版动作游戏。与现在的麻布仔大冒险不同， PSP 的麻布仔并不是一款 3D 游戏，而是通过在2个平行的轨道中相互切换所达成的伪 3D 效果。相较于传统的单轨横版游戏，2条轨道所能营造出的关卡会更为复杂，也更加有趣。同时也可以利用视觉差向其中加入非常多的隐藏收集品，极大的提升玩家的探索欲望以及游戏本身的内容质量。在地图中设有各式各样简单易上手的谜题，对于初次接触这个系列的玩家来说，可能会非常上头。游戏中还有一些小细节，例如根据地面倾斜的程度，玩家的跳跃高度以及距离都会发生变化，让游戏更加真实的同时，也提升了部分谜题的难度，使游戏的上限和下限表现都不错。除了官方给予的特定关卡以外，玩家可以自己大开脑洞，自定义一些关卡。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线上模式，但是本作依旧支持本地连接，可以与你的朋友一起分享你新做的地图。操作模式上，游戏因为不支持十字键移动，所以在手感上玩久了会有些难受。除了硬件问题以外，其他按键的设置都是在现代玩家比游玩习惯之内的，并没有出现某些游戏中的逆天映射。不过 PSP 1000型在游玩时，屏幕会出现相当严重的拖影，严重到你不得不去注意。即便玩家本身不行动，场景中那些会自己摆荡的机关后面也会形成拖影。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用 PSP 1000型号来游玩，因为对于观感的影响确实是有些太大了。对于喜欢横版动作类或者喜欢自由设计关卡再与朋友联机游玩的玩家来说，这款游戏是非常值得玩家们去体验与回味的。本期最后一款游戏是一部榨干了 PSP 性能的第三方作品，来自 SE 的《最终幻想：零式》。为了完美演绎系列中数一数二的悲情英雄故事，游戏的剧情演出采用了大量的优质 CG 与即时演算，配上气势磅礴的配乐以及语音，将四国战争的压迫感通过一台小小的掌机带到了玩家们的面前。游戏的画面在 PSP 中是相当顶尖的水准，场景与人物的模型精度和贴图细节都到了可以说是离谱的程度。极高的画面基础水平，以至于后期推出的主机 HD 版仅仅只用稍作修改就能直接拿出来卖。由于是战争题材，所以游戏中的战斗场景基本都不算小，数量众多的敌人与3人1组的主角团战斗时，各样技能乱飞的场面真的是很难让我相信这是一款 PSP 游戏。画面上的惊喜还不止于此，系列中最有标识度的召唤兽系统在本作中换名为军神，玩家可以通过献祭当前控制的角色来将其召唤并控制一段时间。伊芙利特、奥丁、巴哈姆特等经典的召唤兽都可以直接操控。遭遇各种巨大敌人时，使用军神与其交锋，那种大型生物对峙的快感肯定能够征服你。不同角色、不同职业能够动用的力量也有所不同，
像是卡牌、魔法、近战等各式各样的能力，都有完全不同的特效表现与完全独立的操作体系。庞大的内容体量与优质的游戏质量，让这部零式绝对不负最终幻想的名号。在操作模式上，游戏可以说是把能用的都用了，玩家甚至还可以设置组合键来实现特定的操作。对于这样的即时战斗类游戏来说，频繁的操作输入肯定是避不开的。但是游戏时时刻刻在右下角的按键提示，可以让玩家们实现精确的输入，也不会因为忘记某个按键的功能而出现失误。观感上虽然依旧在 PSP1000型号上有拖影，但是并不严重，帧数也仅仅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有极小浮动的波动，并不影响游戏的体验。如果你喜欢最终幻想系列，又或是在 PSP 中想要找到一部内容丰富且质量极高的作品，那么这部最终幻想零式肯定可以满足你。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这期视频中有没有你喜欢的游戏？如果有帮到你，那么就3连关注支持一下吧。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本期视频点赞破200，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